我在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哦。有人接近前圈的时候呢，他说他想上厕所，他就直接在桌上上厕所。哇，这太精彩了，这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主赛事的第二天，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什么状况。今天主赛事第二天呢，一开始的这个盲注结构呢是400、800开始哦，那我们是14700进入 Day 2。Day 2发生什么有趣的手牌呢？就是一开始呢，好像没有玩什么牌啊，大部分的牌都是我加注对方弃牌赢下一个小底池，或者是我跟注然后直接 check fold 没有关系的翻牌。先讲一下前面的好了，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手牌哦，虽然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跟我有一个间接的关系，跟大家讲一下。这手牌呢是这个原本坐在我右边的这一位这个阿姨姐姐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姐姐，反正她荷官在发牌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他一张黑桃3给秀出来了，然后变成是他就换了一张牌给他，然后呢，他换了牌之后呢，他在前面的位置呢就可以加注了。以我的看来，如果那张3没换掉的话，基本上他那个位置应该是连33A3同花都不能玩的位置，就算是很前面的位置，9人桌。然后呢，他的3被打开了之后呢，换一张牌给他之后呢，他就加注2000，然后被对方3次下注到6000，然后看到了翻牌。然后翻牌，他的对手持续下注呢，他又加注，转牌开一张同花的牌面呢，他又下注，然后被人家 all in 了之后呢，他就很生气的这个弃牌哦。也就是说，他其实前一把就是莫名其妙，因为被荷官弄了一张牌之后呢，就损失了2、3万的筹码，2、3万的筹码很多，因为这个起始筹码才6万嘛，所以他前一把就非常的昂哦，看他非常的昂。然后呢，紧接着下一把呢，这把就跟我有关系哦。这位阿姨呢，她在前面的位置呢，她选择了 lane 平跟，大概是在 UTG+2 左右的位置。那我说了，我认为她平跟的范围呢，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最边缘的手牌范围。那我觉得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同花 K9、K10， 当然也会有一些 KJ 不同花、QJ 同花、Q10 同花、Q9 同花。90同花、10J 同花，类似这种手牌，当然也会有一些对子啊。我认为22到55，甚至22到66，甚至是会有一些同花 A 哦，比如说 A2到 A5 同花之类的手牌。我觉得它平跟的范围大概是长这样。那我在它的下一家，我有11400啊，接近14个大盲，15个大盲左右。我是 KQ 不同花。对上它的范围呢，我觉得第一个大部分都是领先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all in， 它有足够的弃牌率，那再加上其实我压制它蛮多的范围哦。那我当下呢就选择了 all in， 然后呢全部人都弃牌哦。这一位阿姨呢选择了跟注，她是 K10 不同花啊 ，K10 不同花，第一个这个位置本来就不应该玩，然后被 all in 也不应该跟啊，完美的做出了错误加上错误的决定，然后呢那就来嘛，对不对？我这个大幅领先7-3开的东西，对不对？翻牌呢 A19就被人家中死了。那我还有一个卡顺跟一个 Q 的 out， 但是都没有发出来，所以呢很不幸的呢就出局了。那我们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从第一天到第二天，我觉得就是一整个就是连牌都没有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运气不好，因为没有牌可以玩，就不会有运气不好的问题，懂吗？如果说我今天拿 AA 运气不好输给人家，那还有运气不好的问题。我们是没有运气不好，我们是没有牌可以玩啊。然后就是这样出局哦，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但是打比赛呢就是这样。那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就昨天没有事情做啊，昨天是主赛事的 A、B、C 组。那我在干嘛呢？我在打资格赛，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状况啊。第一个就是呢，在下午1点的那场比赛呢，我打到非常的后面啊，是一场1000的资格赛，打到后面。然后我是第23名出局的，然后是14个人有票啊，蛮接近的，但蛮可惜。但是下午8点呢，我又去打了另外一场2000的买入的这个资格赛，然后呢，我又打到1万的这个
它是给你筹码，可以来给你报主赛哦。所以呢，其实昨天还不错，赢了一个资格赛。我在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哦，就是下午1点的那个场次，就是我出局23名、24名出局的那一场呢，14个前圈，对不对？然后呢，有人接近前圈的时候呢，他说他想上厕所。我说想上厕所啊，你不会离桌去上厕所？然后他就没有，他就直接在桌上上厕所。哇，这太精彩了，这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然后呢，整桌子人都傻眼，他真的拿了一个这个，你知道有一种那个保特瓶的瓶口比较宽，那个叫运动饮料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瓶口比较宽的，不是正常那种。然后直接在牌桌，应该说是牌桌下了，不是牌桌上，对不起，讲错了，牌桌上太吓人了，牌桌下。他真的在牌桌下，然后就上厕所，就尿了，然后整桌的玩家就检举他嘛。然后有的人检举的原因就是说啊，这样子不用取消资格。那有的短冲啊，就是说啊，如果他取消资格的话，就多一个人有票嘛，也就是说别人是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池的一部分。然后当下呢，这个楼层的这个主管呢，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阻止他之后呢，他下一把牌呢要求换牌，因为他觉得这个牌被弄脏了。所以这个主管基本上没有下什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没有惩罚这个玩家，然后他也没有做什么。他说：“大家休息一下啊，这个有人真的顶不住了。”然后就临时开了一个休息时间，然后呢要求荷官把这副牌给换了，然后就这个玩家呢剩下5000的筹码，听说他有归到前圈，就是他有拿到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惩罚。结论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上厕所呢，可以直接尿，对，然后主管还会给你一个休息时间，可以再跟你这样去洗手，或者是干嘛的，我也不大懂这个。小 P 下次想上厕所，然后直接对，直接尿，哇，这个太精彩了。然后挥手牌很赚哎。真的是，他就是，然后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没有任何惩罚，然后就没有然后就是，对，这样可以吗？直接尿。我原本想说开玩笑，我以前想说哇，你看这以前连喝水都要控制，没有，他现在就直接尿给大家看。对，牌桌下尿尿。我没有看到，我是先出，因为我23名出局，我是晚上遇到打晚上另外一个场次的时候遇到同样的玩家，然后他说刚刚在那一场的时候遇到了这个状况，对，就是这些人都怪怪的，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赛事就结束了，那我们会继续打这个其他的赛事。我们也会持续的制作相关的手牌分享，喜欢扑克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按赞。我是小 P，大家拜拜。